起床了，起床了！我们今天要去雪梨歌剧院，要早点起来打扮啊！哦耶，雪梨歌剧院！你妈第一次来澳洲，也是最后一次，今生唯一一次的雪梨歌剧院，超期待的啦！妈妈，你觉得我要穿哪一件衣服才好？当然是把最有气质、最漂亮的那一套衣服拿出来穿啊！哦，你什么时候换好的？变得好不一样，好漂亮哦！等等，我有这样说吗？妈妈，你剪片不要随便帮我乱加话啦！你不懂啦，这是剧情需要，等你出社会就明白了。重来，我已经换好衣服咯。哇，我也要跟妈妈一样穿得很漂亮。早安，各位嘉宾，我们上车，准备出发喽！我们上午先去雪梨港湾大桥15分钟，再去岩石区逛1小时，游船上吃午餐。下午要去知名景点雪梨歌剧院，会有专人导览。最后再去昨天来不及去的海德公园及圣玛丽教堂。雪梨大桥到了，快点！我们只有15分钟。哦，珍珍跟她妈妈已经在自拍了，超熟练的啦。前情提要：珍珍是彤彤的同班同学，两位女孩在学校聊天时说道：会考结束，我和我妈想出国玩，可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我跟我妈要去澳洲玩，也已经报名了，你要不要一起来？可以哦，我妈应该会说好。彤彤，我们要和珍珍他们看齐啊，快点冲！想不到雪梨大桥可以看到雪梨歌剧院呢。我们现在在雪梨大桥，稍后我们要逛雪梨歌剧院，不过我们要先去岩石区。这是岩石区的入口。一些小图啊，文创的东西。香氛。最后，我们买了一幅画做纪念。接着是午餐时间，我们要在邮轮上享用自助餐，让我想到自己以往参加的国外跟团旅游，好像行程中都会安排一段在邮轮上用餐的体验。像是15年前去日本大阪旅游时，有一晚也是安排在船上用餐。2024年的北越之旅，不仅在船上用餐，还在邮轮上过了一夜。未来想去的埃及，更是在邮轮上连住3晚，尼罗河直接看到爆啊！行前搜寻澳洲的跟团旅游，常看到网友分享在雪梨搭邮轮的照片，当时只觉得这是为了让行程看起来更丰富而硬塞的一个活动。今天亲自搭乘后才发现，原来安排这段邮轮的用意是让大家能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近距离欣赏雪梨歌剧院的壮丽景色。我吃饱后才上甲板拍照，本来以为船会在靠近歌剧院，没想到却没有。妈妈，你在跟谁说话？没有，我自言自语而已。你没有被珍珍他们看到吧？不然他们会觉得你怪怪的。没有那么夸张啦。那快下船了，甜点也上了，我们赶快去吃吧。甜点一结束，我们就要出发去雪梨歌剧院了。从早上起床到现在，终于要亲眼看看这个世界著名的地标了。来，各位贵宾，刚刚带大家绕了一下，应该对环境有点认识了。那接下来给各位1小时的拍照时间。歌剧院的前后左右都可以去拍，不想拍的买咖啡坐坐也很舒服哦。那我们3点半 B1 3楼导览处集合，准备入内参观歌剧院，时间都是敲定好的，千万不能迟到。导游拍完照后还有1小时自由时间哦。好，跟珍珍来一张。妈妈，我也要来一张。好，那我们去跟歌剧院拍，这是你妈最后一次跟她拍的机会了。拍得好开心哦！对啊，我和我妈拍了很多照片。现在我好期待进入歌剧院参观。等等，是中文导览，不怕听不懂。澳洲很多地方都有中文服务或中文标志，看来澳洲的中国人真的不少哎。各位贵宾，大家都到齐了，那我们进入歌剧院吧。导览时间是30分钟，30分钟。雪梨歌剧院内部结构上使用了当今流行的清水模，可说是潮流尖端呢。往上走，前进音乐厅。静静地沉浸在音乐厅的震撼之中，30分钟的导览时间也悄悄结束了，要跟雪梨歌剧院说再见了。
离开歌剧院后，我们前往圣玛丽教堂。教堂不有趣，算是来见世面，看看教堂的真实模样。至于海德公园，感觉就像住家附近常见的大公园，缺乏新鲜感。我甚至没有拍下一张照片。这个景点似乎只是为了让行程看起来更丰富而硬塞进去的。好在圣玛丽教堂的美丽弥补了海德公园的平淡。妈妈，你在那自言自语装文青干嘛啊？等一下晚餐吃法国料理，来看看我们之前点什么吧。出发前几天，导游先生在群组上请大家先为法式料理点餐，有前菜、主菜及甜点。前菜有瓜牛、椒盐鱿鱼、鲑鱼卷、法式鹅肝；主菜有红酒牛肉、法式鸭胸、羊排、鲑鱼、袋鼠肉排；甜点则有焦糖布丁、榛果冰淇淋。那么就开始跟着我们一起试吃法国料理吧。看似分量不多的3道料理，却很有饱足感。现在要吃瓜牛了，夹一个。你有吃过瓜牛吗？我没有吃过，台湾应该有田螺，应该是瓜牛的一种，但是我没吃。然后夹着，哇哟，终于出来了，然后沾这个的酱，好，这样就可以吃了。OK。团友点了我原本想吃的袋鼠肉，口感软嫩，搭配的酱料也非常好吃，完全没有让人失望。早知道就听从自己的直觉点来尝尝看了，后面行程也没有机会再吃到袋鼠肉了。现在才7点多哎，我们有很多时间看 YouTube 哦。在台湾下班回到家就要做这个做那个，10点就要睡美容觉，根本没时间追剧啊！我要利用这个时间好好享受。明天早上9点半才出发，休息时间很够哦。对了，明天去蓝山国家公园，那是在山上，要穿暖和一点哦。今天9点半发车，第一站先来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这是一个不知所云的点，感觉可以略过。唯一收获呢是认识澳洲独有的动物针鼹。11点半抵达蓝山国家公园，进入园区前先前往中餐厅享用午餐。这2位女孩子是本来就认识吗？看起来感觉已经蛮熟的耶。哦，他们是同班同学，托他们的福，我们2位妈妈出国有人陪，不然他们的爸爸工作没有办法请11天的假。其实我们是第2次报名这个行程了。一模一样的行程，也包含海豚岛吗？以前我和老公曾经一起参加这个行程，觉得不错，尤其是海豚岛，真的让人印象深刻，非常好玩，值得再访。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已经20岁了，步入社会之后，可能就不会想跟着我们旅行，所以这次我和老公决定带他们一起重温这个行程。对了，海豚岛真的很棒，你一定不会后悔加钱报名这个行程。我就是因为海豚岛才加价报名这个行程的，听你这样分享，让我更期待嘞。吃饱喽，要开始蓝山公园的行程喽。我们在这边会体验到3种缆车，首先搭乘的是索道缆车，电子门票直接圈在手上。你看这个超过我们就不用了。哇哦，是这样。第2个搭乘的是丛林列车，因为适逢假日，为了减少排队时间，导游让我们由下往上反向搭乘。我们是往上啊，我们往上啊，对，我们是往上的。坐上来好像没什么感觉。对啊，坐上来，那还会往下吗？不会了，不会了。想要往下，我也想要往下。先往下坐，然后再坐上来。拿来看河啊。OK，ending。往中间，往中间。最后是高空缆车，导游说缆车中间走道的地板，行驶过程中会变透明的。开手这个5秒钟到10秒钟，它就打开了。OK， 就在这个玻璃上面就好了。Alrighty, here we are. We have liftoff. So hi, hello,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lcome aboard the Scenic Skyway. So my name is Jess. I'm your driver, taking you 390 meters across the Jefferson Line, taking you all the way over to our key station. 接着是蓝山著名景点三姐妹岩，导游给足了充分时间拍照。
那么短暂的雪梨之旅就在此画下句点喽。